Hello， 大家好。因为加拿大第三季度出现了经济萎缩，加剧了央行需要尽快降息的猜测。最近2年有好几波购房者因为判断失误抄底抄到了山顶，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想知道，当前是抄底的好时机吗？这个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本周加拿大的几家大银行已经开始公布最新的季度财报，因为负债过高的家庭和企业面临着更高的利率，消费萎靡不振，经济前景堪忧，银行的信贷损失是备受市场关注的问题。目前有4家大银行本周公布了财报，这4家银行分别是枫叶银行、皇家银行、道明银行和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无一例外，他们都拨备了更多的损失准备金。皇家银行预留了 7.2 亿加元，比1年前 3.81 亿加元增长了 89%。道明银行拨备了 8.78 亿加元，比去年同期的 6.17 亿加元增长了 42%。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预留了 5.41 亿加元，比去年的水平增加了 24%。枫叶银行的信用损失准备金更是高达13亿加元。上调信用损失准备金代表银行并不看好未来的房产市场。虽然目前的抵押贷款违约率还不算高，但是毕竟糟糕的经济时代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抵押贷款违约率正在快速上升之中。几大银行最近也纷纷开始裁员。道明银行本周宣布，他们计划裁员约 3%， 大约是3000人的规模。之前加拿大皇家银行和枫叶银行此前也宣布过类似规模的裁员。失业率上升是房产市场最大的威胁之一。加拿大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由于就业增长继续落后于人口增长，上个月失业率升至 5.8%。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第3季度按年率计算，美国 GDP 增长了 5.2%， 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而加拿大的 GDP 则下降了 1.1%， 两国的差距非常之大。美国处于几十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期间，而加拿大却由于出口、家庭支出和商业投资下降， GDP 连续第2个季度出现萎缩，这符合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的经济衰退标准。不过昨天情况出现了一点反转，那就是加拿大修正了第2季度的 GDP， 从下降 0.2% 修正为增长 1.4%。 修正的原因显然是刻意回避经济衰退的事实，而实际上加拿大已经处于经济衰退之中，人均 GDP 下降了 2%， 人均消费下降了 3%。之所以经济衰退还不够明显，主要原因是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增加了经济需求，当然同样也加剧了通胀。高通胀严重影响了消费。目前加拿大的信贷已经放缓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加拿大央行什么时候降息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虽然市场和投资者目前预计加拿大央行将会在明年4月份降息25个基点，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降息最早也要等到明年下半年。今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那些认为美联储已经完成加息并很快转向降息的投资者发出了新的警告。他说，需要看到更多通胀正在回到 2% 目标的证据，现在就断定或者是猜测可能放松货币政策还为时过早。最近的抵押贷款数据也显示，人们对未来降息的时间并不乐观。在11月份的前3周，加拿大 79% 的抵押贷款人选择了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这说明在一波又一波所谓专家的降息预测被证明是错误之后，借款人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谨慎。此外，工资和通胀螺旋上升的趋势正在加剧。11月份的劳动力调查显示，随着工人们寻求高通胀补偿，平均时薪继续快速增长，比1年前增长了 4.8%。 这个数字远高于官方公布的通胀数据，因此工资增长必然会继续推高通胀水平。目前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非常普遍。MNP 最近的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有1半的人表示为了省钱，他们更多的待在家里，1/3的人则减少了社交活动。调查称，这一点在年轻的加拿大人和收入低于4万加元的人中尤其明显。高通胀和高利率不仅影响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还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20%的人表示他们正在经历一种社会孤立感。
现在房产市场仍在快速降温之中。10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新房整体销售量是2014年以来最慢的。建筑和土地开发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份大多伦多地区新建的公寓销量创下了10年来的最低水平，共售出了1304套公寓，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比10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50%。新公寓单元的基准价格为102.3万加元，与去年同比下降了约11%。新单户住宅的销量为568套，比10年平均水平低51%。新建单户住宅的基准价格为162万9千加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约10%。新房库存总量较9月份增加至21032套，其中包括17930套公寓和3102套单户住宅，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超过21000套。高利率和负担能力恶化是加拿大房产市场降温的最主要原因。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10月份卡尔加里的购房者购买平均价格的房屋所需贷款资格年收入增幅在所有主要城市中位居第二。10月份在卡尔加里购买平均价格的房屋，首付20%的抵押贷款所需的年收入比9月份增加了300加元。卡尔加里10月份的房屋平均价格为55万5400加元，比9月份上涨了大约1900加元。根据10月份平均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 6.47% 的利率来计算，借款人需要达到12万3350加元的年收入，并且要通过 8.47% 的压力测试。在哈利法克斯，这个涨幅就更高，买家年收入需要增加1000加元才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也就是需要年收入达到11万8050加元才有资格获得10月份平均房价为52万8200加元的房屋抵押贷款。更多的城市则是因为房价下跌，年收入的要求出现了下降。汉密尔顿的买房收入要求下降幅度是全加拿大最大的。在汉密尔顿，10月份的平均房价为82万9100加元，比9月份下跌了2万5100加元。购房者买房所需的年收入下降了4990加元，但即使这样，购房者的年收入还要达到17万6810加元，才能购买到平均房价为82万9100加元的房屋。从以上的数字可以看出，加拿大主要城市的房价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难以负担的城市，而且房价严重脱离加拿大人的实际收入水平。比如2021年大温地区的房价中位数北美排名第3，而他们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在北美504个城市中排名第104，相当于美国的堪萨斯城和加拿大的里贾纳。而在美国，被公认为房价过高的旧金山湾区，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在北美排名第4，约合14万5千加元，比温哥华的9万加元高出了61%。他们的房价却接近于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价水平。有人认为加拿大房价过高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本周莱格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3%的受访者认为移民的增加给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和医疗保健系统带来了压力。与去年3月份相比，表示欢迎更多移民的加拿大人比例已经从 17% 下降至 9%。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加拿大应该减少移民，这一数字从 39% 上升到 48%。53%的受访者表示移民目标数字太高。大温哥华地区外国出生居民比例为 47%， 在多伦多为 51%， 这一比例是北美主要城市中最高的。而旧金山只有 31% 的人出生在海外，纽约这一比例为 29%。 我认为以上的这些说法并不靠谱，因为加拿大新增加的移民并不主要是富裕的人群。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登陆的移民中，44.7% 的人生活在难以满足财务需求的家庭中。去年加拿大引进了超过40万永久居民，同时也接纳了大约70万临时居民，而房价却一直在下跌。我认为主要原因有2个，一是房价永远涨的信念刺激了房产投资需求，这导致加拿大的房产投资者比例过高；二是不断增长的 Airbnb 等短租经营支撑着房产投资的行为。目前这2个支点都正在被迅速打破。
加拿大房产市场的销售与新上市比率现在已经跌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各地政府对短租市场的打击也初见成效，具体表现为大部分城市的短租市场因政府的最新政策而陷入停滞。比如在短期租赁市场曾经非常繁荣的 BC 省，各个城市现在都要求短租房东必须申请营业执照，违反规定的人将受到巨额罚款。比如温哥华的短租罚单数量比去年上升了几十倍。最近 BC 省很多城市都冻结了短租营业执照的申请，他们的长期租赁房屋数量正在显著增加。长期以来，加拿大人热衷于用房产投资的手段来增加退休储蓄，但是这种方式在房价持续下跌的当前是非常危险的手段。比如最近 BC 省住房部的经济模型预计，由于供应不断增加等变化，未来5年 BC 省的房价可能会下跌 7%至 14%。德勤加拿大最近的研究发现，随着过去几年退休所需的资金增加，很多加拿大人正在面临退休挑战。对4000个临近退休的加拿大家庭进行调查后发现， 55% 的临近退休家庭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考虑到医疗保健、长期护理费用和一次性费用等意外费用，这一数字将攀升至 73%。 报告称，面临挑战的人群主要是加拿大中等收入人群。在加拿大300万临近退休家庭中，只有 14% 的家庭可以自信的退休，其中 31% 的临近退休年龄的家庭需要政府公共养老体系的支持。另外，只有 24% 的私营部门工人参加了雇主资助的养老金计划， 58% 的临近退休年龄的人和退休家庭没有正式的退休计划。凯投宏观最近指出，房价跌幅可能会超过他们之前的预测。最近下调预测的还有道明银行等机构，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下调他们的市场预测。所以作为购房者应该自信一点，未来房价还会继续下跌，尤其是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房产负担能力已经严重恶化的城市。因为当抵押贷款月供翻倍的时候，这些高房价市场肯定会比低房价市场压力要大得多。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观看，再见。